民进党有没有人性啊？赖清德带头，邢太昭检察总长，彻底的摧毁了我们的检察体系、司法体系。因为你把柯文哲从一个崩溃的边缘越关越强，想不到吧？民进党台湾曼德拉，看看谁拉的慢。准备有人要挫赛，猛虎出闸。赖清德根本不是害怕柯文哲，他们是要蓝白不合啦。2025年是个变局，你不拼，台湾未来在哪里？你不拼，台湾还有前途吗？坚持才是胜利，加油，奥利给！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请问，检察官，你们查了1年，到底查到什么？民进党看到柯文哲出来的神态，民进党是会怕的。他没有一丝一毫的退缩，也没有一丝一毫让人家感觉起来说今天我害怕你了，而是很清楚的知道案情的每一个点，你去查了哪里，去做了什么，去干了什么。小草的现场人真的很多，但是当然对比当年韩流，确实那威力还是有差距。可是为什么那么始终？为什么那么挺？所以你现在放出来，等于是猛虎出闸，1年的炸裂，不可思议。那关我的法院到底有没有法院机制？赖清德带头，邢太昭检察总长，彻底的摧毁了我们的检察体系，彻底的摧毁了我们的司法体系。我现在才知道说，原来坐牢跟羁押禁见是完全不一样。羁押禁见24小时完全看不到阳光，也许我是朝廷钦差要犯。想不到吧？民进党台湾曼德拉，一开始很多人都当笑话在看，有没有人性啊？结果你现在看看谁拉的慢，没有人要挫赛。什么是曼德拉？民进党没资格审判柯文哲，只要赖清德执政一天，没资格审判柯文哲。民进党2026、2028真的要等着看，因为你把柯文哲从一个崩溃的边缘越关越强，他就当不成曼德拉，他也会是当代的施明德。他可以说是民主开放改革之后第一个政治犯，在民进党治下的第一个政治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犯，因为他是第一个被抓去关的。因为关的最久的，其他陆陆续续现在都放出去了嘛。民进党现在等于是帮柯文哲加了加速器，现在力量大的不得了啊！羁押禁见整1年，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阳光。2024年台湾都面临的一个超级强的外部问题，即中国全面崛起跟美国即将大退潮。在那个当下，如果台湾人选择一起推倒民进党，做两岸和解的工作，就不会被中美夹杀。而这个大格局的时候，柯文哲跟侯友宜2个蓝白的总统参选人，还有加一个郭台铭，都是非常的急躁，没有去考量到整个大局。这个大局是你作为国家领导人，你必须要有这个宏观格局，可是太急躁了。他们的智商真的不能理解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蓝白的幕僚，甚至郭台铭的幕僚，没有一个人不理解这件事。但是大家都急不可耐，都想大展拳脚，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台湾政治史上永远跨不过去的一页。当然跨过去了，但是永远载入史册。5个人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柯文哲失去了自由，郭台铭彻底从政治上 out， 马英九退休不算，侯友宜政治未来在哪里？朱立伦即将退了，这个巨大的代价在2024年是个乱局，而且是如此的疯狂，你很难想象一群都是60岁以上的老练的政治人物、老练的政客凑在一起，结果搅了一个无底深渊。2025年是个变局，什么变局？大家一起在变好。其实我就是看到了那个历史的势头跟浪头啊！你不拼，台湾未来在哪里？你不拼，台湾还有前途吗？所以用人民的力量去收拾2024年的困局、乱局，好险，结果是成功的。这个之中，大家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沉重的。可是民进党从2014年以来11年第一次重创，在抗中保台这件事情上的重创，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现在你看，连柯文哲都放出来了，所以这个变局开始在推动很多事情，慢慢的很多事就会有所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在讲政治在推动上，它有外有内，有个人，有偶然，有宏观，有微观，每一件事情它是联动的，每个人都在这个局中，没有人可以跑得出去。所以今天阿北看透了这件事情，他重新跟老百姓站在一起。其实他一直都跟老百姓站在一起，只是以前他自己讲的比较急躁。为什么韩国瑜在2020年他焦急呀？他为什么非选不可？只是在那个大环境背景下，其实是时不我与，人是没有办法以一人之力翻转整个时势。你冲上去只会粉身碎骨，韩国瑜就粉身碎骨，借势而起，借势而发，借势而转，最后会变成顺势而为。人民的小
小事是政治人物的大事。过好生活，人民有未来，看得见希望，百工百业，欣欣向荣，那才是真正的实际的东西啊。为政治争一口长短，你赢得了一时，赢得了一世，你赢得了一世，你赢得了2世吗？一次选赢，会不会下次选输？所以道理就在这里，把道理摊开来讲。第一次看见阳光，你会讲什么？你觉得你是无辜的，你绝对骂娘，三字经一定要喷个2句。但是柯文哲气度从容的讲出这些话。听过一说，莫忘世上苦人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苦人一起生活过。其实台湾有很多事情要做的。还是心系台湾老百姓，真的会感受到柯文哲的质变，真正意义上的质变。纯粹的柯粉看到的是阿北出来的欣喜若狂，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心系台湾而去支持柯文哲的人，你仔细去捕捉每一个柯文哲的细小的变化。苟利国家生死以啊，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国家做有贡献的事情，有的时候个人之生死置之度外吧。柯文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2024年5月2号，台北地检署把柯文哲列为被告，密集传唤台北市政府的官员。8月30号，柯文哲住所遭到搜索，陈佩琪被约谈。8月31号，声押禁见柯文哲。9月2号，法院台北地院无保请回当庭释放。9月4号抗告，9月5号羁押庭再次召开，柯文哲羁押禁见。10月25号柯文哲羁押期满，北检申请延押。10月1号北检裁定柯文哲再延押2个月。当时柯文哲选择不抗告。从现在来看啊，不管抗不抗告都是没效，因为那是谁的意志？那是赖清德的意志啊。12月26号北检侦结起诉金华城政治献金案，对柯文哲具体求处28年半。有期徒刑。12月27号裁定柯文哲3000万交保返家，但是又被抗告。12月29号发回根财交保撤销，最后在深夜决定将交保金提高至7000万，需电子监控。12月30号柯文哲补足保释金，创下政治人物交保金纪录，佩戴假疗后获释。但是就在12月31号再次抗告，并且于2025年的1月1号发回根财，2号羁押禁见，再裁定3个月。柯文哲呢获了自由6天再度被羁押。最后呢1月12号10天之后抗告被驳回，羁押禁见确认，继续被关3月28号再延2个月，5月27再延2个月，7月21再延2个月，连续延了大半年。9月5号申请停押，终于北院裁定柯文哲7000万交保，限制居住、出境、出海8个月，电子监控。所以前后从柯文哲8月31号被关进去，一直到9月5号，中间只有6天，其他真的就真关好关满了，好像是有人去算的是363天，就反正几乎是 almost1年了。北检就针对这个问题发了新闻稿，针对金华城柯姓被告拒保之后严重误导事实、混淆视听，本属严正声明如下。这昨天9月8号的第一个，金华城案柯姓被告等人犯罪事实与涉案证据均经检察官于侦查中依法取得人证、物证、书证，并详细罗列3册894页起诉书中，且审判期间亦经检察官积极申请调查证据，对相关人实施交叉诘问，依法善尽举证责任，并且本案起诉后经历法院准押3次延押，法院裁定有据一致认为柯姓被告涉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罪、土地主管及监督事务图利罪、刑法公益侵占、背信犯罪罪嫌重大，故柯姓被告今日指责，请问检察官，你们1年到底查了什么？什么都没查到，就这几个检察官把中华民国司法社会信任度全部摧毁掉，显然背于事实，且企图误导舆论、混淆视听，应予以严正驳斥。证据在哪里？检察官说894页都是证据一直找证人来配合调查。请问检察官，你们查了1年，到底查了什么？他竟然把柯文哲的话逐字稿给摘了出来专门拿来修理柯文哲。柯文哲就是个贪污犯你就是个贪污犯，闭嘴！简直匪夷所思简直匪夷所思非常嚣张第二更扯如果你有证据就赶快起诉来一天到晚在问证人，到底干嘛？就是证据力不够嘛。本案起诉在法庭上善尽举证责任，被告是否有罪，应由法院审酌判定认定本属呼吁外界尊重法院独立判断之纯净空间，切勿透过媒体放发带风向企图干扰审判，扼杀司法公信力。笑死人了！请问进检何来柯文哲可能投入2026高雄市长选战，而且继续讲他将启动歼灭战，蓝白唯一主军大太阳。哇哩嘞，你想讲金正恩是不是？大太阳怎样？现在台湾
湾变北朝鲜了。你看他扯讲多扯哦，柯文哲今天出了看守所，是最大尾的人物跟政治制造机了。我推着柯文哲仇恨心之高，极端作为的习性，他可能投入2026高雄市长选战，连带掀动台南、屏东、嘉义围歼民进党地方执政版图，马上又在煽动了。他们根本不是害怕柯文哲投入高雄市长选战，他们是要蓝白不合啦。其实我们只在乎一件事情啊，到底是非正义就这样而已。你民进党今天就是坏，你们为了执政啥坏事干不出来。我是讲台湾人民对于民进党是非常宽容的，他们那些狗屁倒灶的失德的事情，大家也就是拿出来笑一笑，也没说什么。真正意义上叫你好好的把国家给做好，他们打死不愿意。我个人断言是，我不认为柯文哲会再上一次当，抗告是一定会抗告，但目前看起来抗告的理由非常的薄弱。想要真的再把柯文哲压进去，本身确实是有一些难度，而且大势已成。礼拜一就昨天，大家晒太阳去迎接柯 P 是有价值的，因为当这么多人这么铁站在北检外面迎接柯文哲的时候，画面一出来是鼓舞人心的。民进党看到这个，他们也会寸粮啊，再搞下去让柯文哲支持度更高，有办法吗？